2026年5月8日，當全球的目光都還停留在通膨、戰爭、糧食危機與股市波動的時候，美國國防部，也就是被川普政府重新命名為戰爭部的那個機構，悄無聲息地在一個叫做 war.gov/UFO 的新網站上拋出了一份重達162份的解密檔案包。這份檔案的時間跨度從1942年一直延伸到2025年，內容包含照片、影片、軍方通訊記錄、調查文件、音訊錄音，其中還有108份帶有部分機密遮蔽。檔案來源橫跨聯邦調查局、國防部、NASA 與國務院。但這還不是全部，赫格塞斯部長承諾，未來每隔幾周都會再丟出新一批。這意味着我們現在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個小角。可是真正讓全世界震驚的，並不是那些在敘利亞夜空中違反物理定律的光球，也不是在希臘海面上以90度直角急轉彎的星形物體，更不是阿聯酋附近那段詭異的影片。真正讓研究人員背後發涼的，是來自半個世紀前那幾趟登月任務的解密內幕。沒錯，就是阿波羅。當年那12位身穿白色太空衣，在月球荒漠上跳來跳去的宇航員，他們究竟看到了什麼？而為什麼五角大楼選在這個時間點，2026年的5月，把这些塵封了50多年的秘密一次性扔到陽光底下？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個被古蘇美爾人稱為尼比魯的神秘第12行星，那個3600年才公轉1周的紅色星體，難道真的正在回來的路上嗎？那位早在半個世紀前就放話說阿努納奇會回來的撒加利亞西琴，難道他並不是一個騙子，而是一個早就知道答案的泄密者？今天我們就一層一層撥開這片迷霧，看看在這場跨越半個世紀的沉默背後到底藏着什麼。故事要從那張現在已經傳遍全球網絡的照片開始說起。在五角大樓公布的檔案裡，有一張被官方標注為 NASA 破折號 UAP 破折號 VM6 Apollo 17 1972的歷史影像，畫面拍攝的是1972年12月阿波羅17號任務期間的月球地表。而在這張照片右下方的黃色方框內，3個明亮的光點以一個近乎完美的等腰三角形排列，懸浮在月球荒涼的天空中。請注意，這不是一張模糊的民間目擊照，這不是某個無聊網友用 PS 軟體後製出來的玩笑，這是 NASA 自己保留的官方檔案，這是阿波羅17號宇航員親手按下快門拍下的歷史證據。更可怕的是，五角大樓在這張照片旁附上了一段令人脊背發涼的官方注解。他們說，對於這個異常現象的本質，目前並沒有共識，但初步分析顯示，照片捕捉到的可能是一個實體物體。請大家仔細品讀這句話，實體物體，這不是冰晶，不是鏡頭眩光，不是太空垃圾，更不是底片瑕疵，這是某個真正存在於月球軌道上空的三角形飛行編隊。當時負責拍攝這張照片的是阿波羅17號的指揮艙駕駛員朗納·埃文斯，以及人類迄今最後一位踏上月球的地質學家哈里森·施密特。施密特在任務通讯中是怎麼描述眼前那一幕的呢？他用了一個非常美式、非常生動的比喻。他說，那景象就像7月4日國慶煙火一樣。7月4日，那是美國國慶日，是全美夜空被無數煙花點亮的日子。一位 NASA 的地質學博士，一位嚴謹的科學家，在月球的軌道上看見了像國慶煙火一樣絢爛的閃光。請問你會怎麼解釋這件事？而 NASA 在過去半個世紀是怎麼解釋的呢？他們什麼都沒說，他們把它鎖進了檔案庫整整50年。然後我們把時鐘往前撥3年，回到1969年那個被全世界永遠記住的夏天，阿波羅11號，人類首次踏上月球的歷史性任務。當這次任務勝利結束，宇航員回到地球之後，他們接受了一次任務後的技術匯報。那次匯報的錄音與文字稿，在50多年後的今天，終於被五角大樓拿出來公開。巴茲·艾德林，那位在阿姆斯壯之後第2個踏上月球的人，他在匯報中說了什麼呢？他說，在前往月球的途中，他看到了一個體積相當可觀的物體，就停在月球附近的某個位置。他特別強調，那不是太空艙分離後的火箭推進器，也不是任何已知的太空殘骸。他還說，他在飛船內部躺着準備入睡的時候，看到了一些細小的閃光，每隔幾分鐘就閃一次。
這些閃光甚至會出現在他閉着眼睛的視野裡。最讓人毛骨悚然的是，他描述了另外一個現象。他說他看到了一個相當明亮的光源，他和他的同伴們當時的判斷是，那可能是一束雷射。雷射，請大家暫停一下，認真想想這個詞。1969年的月球軌道，誰會發射雷射？蘇聯沒有那個技術把雷射武器送上月球，美國自己也沒有這種裝置在那個位置工作。可是3名世界頂尖的、經過嚴格軍事訓練的、絕對不會把普通光源誤認為雷射的宇航員，他們親口判定那束光的特徵符合雷射。那束光到底從哪裡來？他在那裡掃描什麼？他的目標是誰？而這還只是官方解密檔案中的內容。在民間傳說的世界裡，關於阿波羅11號還有一個流傳了半個多世紀的離奇故事。據說當阿姆斯壯與艾德林踏上月球的那一刻，他們的無線電通訊曾經有過一段被 NASA 緊急切斷的对話。這段對話據說被某些擁有獨立 VHF 接收設備的業餘無線電愛好者攔截到了。前 NASA 員工奧托·賓德爾在他的書中提到，根據他得到的內幕情報，阿姆斯壯當時驚慌地說，這些寶貝太大了，先生，巨大。哦，老天，你不會相信的。我告訴你，這裡還有其他太空船，他們停在環形山的另一側，他們就在月球上，他們在觀察我們。這段對話從來沒有被 NASA 官方承認過。蘇聯的真理報在1980年甚至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譏笑這是 UFO 信徒們編造出來的童話。可是有意思的是，阿姆斯壯本人在登月之後幾乎完全退出了公共視野，他不接受採訪，不出席慶祝活動，不參與紀錄片拍攝。一個剛剛完成人類史上最偉大成就的人，理應享受英雄的光環，但他卻像受了某種驚嚇一樣，把自己封閉了30多年，直到2012年離世。為什麼？接下來是阿波羅12號，同樣是1969年，宇航員艾倫·比恩在任務中目擊了一系列怪異的光粒子與閃光。他在通訊記錄中是這樣描述的，他說，這些粒子在太空中飛行，而且他用了一個極其關鍵的詞。他說，看起來那些東西好像正在從月球溢出，他們真的很急着離開這裡，朝着群星的方向衝去。請大家仔細品味這段話，從月球溢出，朝群星而去。這不是冰晶受陽光照射的隨機反射，這不是太空塵埃的無相漂移。比恩描述的是一個有方向、有目的、有意志、有加速度的逃逸過程。是什麼東西從月球的內部或者表面逃出来，然後加速朝着深空衝去？而當這些檔案被解密後，許多研究人員把它和阿波羅12號當年另外幾張被五角大樓特別標注的月球地表照片放在一起對比，發現那些被圈出來的不明物體數量竟然多達5個，整齊地排列在月球的天空。5個三角形編隊從月球溢出的物體，這還只是巧合嗎？如果說阿波羅系列的目擊還只發生在月球，那麼讓我們把時間再往前推到1965年12月的雙子星7號任務，這個故事就更詭異了。雙子星7號的指揮官是弗蘭克·伯曼，副駕駛是吉姆·洛弗爾。後來那位在阿波羅13號爆炸事故中創造了人類太空史最偉大救援奇蹟的傳奇人物。在這次解密檔案中，五角大樓公開了伯曼當年向休斯頓任務控制中心報告的原因檔。伯曼用了一個軍事航空術語，他說看到一個 bogey， 方位10點鐘高位。bogey 在軍事航空裡指的是還没有被識別，但很可能是敵方的目標。緊接着他又補充說，在飛船左側，他看到了一片由數百顆甚至上萬億顆微小粒子組成的碎片場，而那個 bogey 與這片碎片是分開的，是2個獨立的個體，並且那個 bogey 還在不停翻滾。30年前，太空史學家詹姆斯·奧伯格曾經提出過一個聽起來最合理的解釋，他認為那些 bogey 不過是雙子星7號發射用的泰坦2號火箭殘骸。可是這次五角大樓重新審視這份檔案的時候，並沒有採信這個解釋。他們把這段錄音原封不動地公開，附上的態度是讓公眾自行判斷為什麼。如果這真的只是火箭殘骸，半個世紀前就可以這樣解釋了，為什麼現在要把它重新拿出來？到這裡，我們已經盤點了4次重大事件：雙子星7號的 bogey、阿波羅11號的雷射光源、
阿波羅12號逃離月球的飛行物，阿波羅17號的三角形編隊。但這些都還只是冰山一角，請允許我繼續往下講，因為下面這位宇航員的故事比前面所有人都更加震撼。他的名字叫艾德加·米切爾。米切爾是阿波羅14號的登月艙駕駛員，他在1971年的2月親身踏上了月球，並且在那裡停留了將近33個小時。米切爾不是普通人，他是麻省理工的航空航天博士，他是货真價實的科学家、工程師、海軍軍官。米切爾在退役之後，做了一件讓 NASA 公關部門陷入巨大尷尬的事情，他向全世界公開承認外星人是存在的，而且他們已經來過了。米切爾在接受英國一家電台採訪時是这樣說的，他說：是的，我們已經被造訪過了，這件事已經被各國政府聯手掩蓋了60多年，但消息一直在慢慢的洩露出來，我們其中一些有幸的人被简報過部分內幕。米切爾甚至明確指出，羅斯威爾事件是真實的，當年確實有外星飛行器墜毀，並且 NASA 的高層當中一直有人知道全部真相。NASA 對此的官方回應是什麼？他們說，米切爾博士是一位偉大的美國人，但我們不認同他在這個議題上的觀點。請問各位，一個踏上過月球，看過地球從黑暗宇宙中升起，後半輩子致力於意識研究的麻省理工博士，他有什麼動機去說謊？他在2016年去世前從來沒有撤回過這些言論。接下來還有一個更離奇的故事。阿波羅10號是1969年5月發射的，這是登月前的最後一次彩排任務，由湯馬斯·斯塔福德、約翰·楊恩與尤金·瑟南3位宇航員執行。任務內容是讓登月艙從指揮艙分離，下降到距離月球表面只有15公里左右的高度，模擬登月程序，但不真正着陸。在這次任務中，3位宇航員在繞月飛行的時候，據說目擊了一個極其詭異的物體。這個物體後來在 UFO 研究圈裡被稱為阿波羅10號的方碑。據說這是一個結構規整、邊緣銳利、明顯不是自然形成的長方形物體。當時的通訊錄音中，宇航員們似乎也在某個瞬間發出了无法解釋的驚呼聲。儘管這個故事的真實性至今仍然有爭議，但結合這次五角大樓的大解密，許多人重新把這件事翻了出來。那麼問題來了，如果阿波羅計劃真的就只是科學考察，為什麼在1972年的阿波羅17號之後，整個計劃戛然而止？美國本來規劃了阿波羅18、19、20號，連設備都已經造好了，但所有這些後續任務全部被取消，登月計劃像被按了急停按鈕一樣徹底終止。官方給出的理由是預算問題、政治考量。可是當你把這個時間點和宇航員的目擊報告放在一起看，你會發現一個讓人不寒而栗的可能性。是不是有人或者有什麼東西在告訴我們，到此為止，不准再來了？米切爾博士曾經暗示過這件事。他說，月球上的某些區域是被明確警告過不准接近的。在他之後，整整50多年，人類再也沒有踏上過月球。一直到今天，2025到2026年期間， NASA 才重新啟動阿提米斯計劃，準備重返月球。而第二次任務阿提米斯2號才剛剛完成繞月任務。請問這是巧合嗎？這時候我們就要問了，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是2026年的5月？為什麼這些檔案能夠在沉睡半個世紀後被一次性拋出來？戰爭部長皮特·赫格塞斯在公布檔案時發表的聲明說，這些文件長期以來引發了有理有據的猜測，現在是時候讓美國人民親眼看看了。川普總統則在他的社交平台上表示，他兌現了競選承諾，希望實現完全與最大程度的透明。但這場代號為 PURSUE 的計劃，全稱叫做總統解密與 UAP 接觸事件報告系統，它的運作方式非常值得玩味。這個計劃的設計藍本據說是仿照之前公開愛潑斯坦檔案的那一套系統，也就是說，這不是一次性的全盤公開，而是一波又一波的分批釋出，吊着公眾的胃口，逐漸調整大眾的心理閾值。五角大樓承諾，未來每隔幾周都會繼續扔出新一批的解密文件，而光是第一批就已經包含了從敘利亞、伊拉克、阿聯酋、希臘、北美甚至非洲上空的軍方目擊記錄。最近的一份報告編號為 DAO-UAP-PR49， 記錄的是2026年由美國陸軍在北美地區回報的 UAP 現象。換句話說，
這些事情不是過去式，它們是现在进行式。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是 now？ 為什麼是這個時刻？在華盛頓的政治圈裡有2種截然不同的解讀。一種是樂觀派，他們認為這是政府誠意的表現，是長達半個多世紀掩蓋政策的正式鬆動，是美國準備迎接所謂訊息揭露日的前奏。他們相信川普政府是真心想要把這件事公開化。另一種則是懷疑派，比如曾經是川普盟友的眾議員馬喬麗·泰勒·格林，他在社交平台上直接開炮，說這就是看閃亮東西的政治宣傳，是為了分散民眾对通膨、伊朗局勢、糧食危機等真正問題的注意力。他甚至直接表態說他根本不在乎這些 UFO 檔案。可是這樣的解讀有一個致命的漏洞，如果這些檔案真的只是煙幕彈，那為什麼要選擇阿波羅這個切入點？為什麼偏偏要打破 NASA 50年來絕口不提宇航員月球異常目擊的鐵律？要知道，阿波羅檔案是美國國家自尊的核心象徵之一，碰它就是碰美國登月歷史的權威性。如果只是為了轉移焦點，隨便公開幾段冷戰時期的中情局報告就夠了，何必動用阿波羅這個級別的素材？一個更黑暗的可能性正在浮現，那就是他們可能不得不公開，因为某些事情正在我們的太陽系深處發生，而政府需要為即將到來的某種真相做心理鋪墊。換句話說，這不是政府想公開，而是政府被迫公開。因為再不說，當那個東西真的出現在天空中的時候，他們連解釋的時間都沒有了。說到這裡，我們就必須請出一位老朋友了，他的名字叫做撒加利亞·西琴。西琴是1920年出生於俄羅斯，後來在巴勒斯坦長大的學者。他精通古希伯來語以及多種閃米特語系的語言，並且自學了蘇美爾與阿卡德的楔形文字。在那個年代，能夠閱讀蘇美爾文獻原文的學者，全世界不超過20-30位，而西琴就是其中之一。他畢業於倫敦大學經濟史專業，之後當過記者、編輯，最終在1952年移居紐約。1976年，他出版了一本震驚世界的書，名叫《第12行星》。在這本書裡，西琴提出了一個讓所有主流考古學家暴跳如雷的理論。他說，根據他對數千塊蘇美爾泥板的解讀，太陽系中存在着第12顆天體，這顆天體被蘇美爾人稱為尼比魯，意思是穿越的行星。請注意這個名字背後的玄機，蘇美爾人為什麼會把太陽和月亮也算成行星呢？因為按照西琴的解讀，這是阿努納奇從尼比魯上俯瞰太陽系時的視角。他們看到的不是地球視角的天空，而是宇宙視角的真實結構。尼比魯的軌道是一個拉得極長的橢圓形，公轉一周需要3600個地球年。在它每一次穿越太陽系內側的時候，它會帶來巨大的引力擾動，引發地球上的天災巨變、磁極翻轉、海平面變化。而最關鍵的是，西琴說，尼比魯上居住着一個比人類更古老、更先進的種族，他們叫做阿努納奇。意思是從天而降的那些人，也就是聖經創世紀中所提到的納弗利人。按照西琴的說法，大約在45萬年前，阿努納奇人發現他們自己星球的大氣層出了嚴重問題，需要大量的黄金粉末來修復這層保護罩。於是他們派遣探勘隊來到了地球，由他們的領袖恩利爾與恩基兄弟2人主持，在今天的伊拉克南部建立基地，在非洲南部建立了金礦。一開始，他們的工人是阿努納奇本族的低階成員，可是這群礦工受不了苦工，最終在某個著名的歷史時刻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罷工抗議，並且包圍了恩利爾的住所。為了解決勞動力危機，阿努納奇的科學家恩基，也就是後來蘇美爾神話中的智慧之神，提出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方案。他建議用基因工程的手段，把阿努納奇的 DNA 和地球上一種比較原始的靈長類動物，也就是直立人或者匠人之類的物種進行雜交，創造出一種半神半獸的雜種，作為奴隸來替代阿努納奇人挖礦。恩基和他的同父異母姐妹宁瑪赫合作，經過多次失敗的實驗，終於培育出了第一個成功的個體。這個個體被命名為亞達木，意思是地上的造物。亞達木這個名字聽起來是不是非常熟悉？沒錯，這就是聖經創世紀裡的亞當。換句話說，按照西琴的理論，整個人類文明從一開始就不是地球自然演化的結果，而是一場有目的、有計劃、
有設計者的基因實驗。蘇美爾文明那些超乎時代的天文知識，那些精準到匪夷所思的數學運算，那些講述眾神從天而降的神話，全部都被西秦解讀為阿努納奇統治時期的歷史真相。蘇美爾人的計算系統是60進位制，他們能夠計算出地球軸線傾角的精確度，他們知道太陽系的真實結構，他們的曆法精密程度甚至超過了現代曆法的某些方面。在德國柏林博物馆裡，保存着一塊編號為 VA243 的蘇美爾圓筒印章，這塊泥板距今大約4500年，印章上刻着一個太陽圖案，周圍環繞着11顆大小不一的行星。請注意，這個印章是4500年前的東西，那個時候人類連冥王星都還不知道存在，更不用說海王星、天王星了。可是印章上不僅有這些行星，而且各自的相对大小比例還相当準確。這是巧合嗎？還是西秦所說的阿努納奇留給他們的奴隸後代的一份關於宇宙真相的備忘錄？西秦的理論還涵蓋了更多讓人毛骨悚然的內容。他認為聖經中諾亞方舟的大洪水其實是尼比魯回歸時引發的全球性災難，是阿努納奇內部派系恩利爾派決定要清除人類這個失控實驗品的行動。他還認為聖經中索多瑪與俄摩拉的毀滅並不是上帝降下的火與硫磺，而是阿努納奇派系內戰時使用的核武器。西秦甚至給出了精確的時間，他說那是公元前2024年。他還認為後來世界各地出現的金字塔、馬丘比丘、納斯卡線、復活節島石像、巴勒貝克巨石，這些超出當時人類技術能力的建築，全部都是阿努納奇留下的痕跡，是他們向我們發送的跨越時空的訊息。當然，主流的蘇美爾學家、亞述學家、東方学家對西秦的說法是嗤之以鼻的。他們指出，西秦的翻譯存在大量的牽强附會，他常常把单詞的多重含義按照最有利於自己理論的方式選取。比如蘇美爾語裡的 mu 這個詞，原本指的是名字或者命名物，西秦卻把它翻譯成飛行器。又比如阿努納奇這個詞，在原始文獻中其實是泛指那些尊貴的神族，並沒有從天而降的明確含義。希伯來聖經學者麥可海瑟博士曾經系統地反駁過西秦的尼比魯理論，他列出6大点證據，指出蘇美爾文獻中的尼比魯通常指的是木星或者水星，從未指過比冥王星更遠的天體，而且蘇美爾人按他们自己的記載，只知道5顆行星而非12顆。然而，反對者的批評再有道理，也擋不住西秦的書在全世界賣出了上百萬冊。他的著作被翻譯成超過25種語言，甚至被改編成盲文版本。為什么？為什麼一個被學術界公認為偽科學的理論，能夠在大眾心中扎根半個世紀？因為西秦觸碰到了一個更深層的人類疑問，那就是我們到底是從哪裡來的？為什麼從直立人到智人，僅僅在幾十萬年內，我們的大腦容量會出現如此驚人的躍升？為什麼蘇美爾人能夠在大約6000年前突然之間從赤手空拳的部落跨越到擁有楔形文字、輪子、灌溉系統、天文曆法、城邦制度的高度文明？為什麼世界各地的古老神話，從中國的女媧造人，到希臘的普羅米修斯，到印第安人的偉大白人造物者，到非洲的多貢部落星象傳說，幾乎都不約而同地指向同一個主題，就是人類是被某種更高存在所創造、所教導、所看顧的。這些謎團，主流考古學至今沒有給出令所有人信服的答案。那麼，西秦所說的尼比魯到底有沒有可能真實存在？這就要回到正經科學的範疇了。在過去的半個世紀，天文學家其實一直在尋找太陽系外圍的神秘巨大天體。早在1915年，著名的天文學家帕西瓦爾·羅威爾就曾經提出 Planet X 假說，認為在海王星之外應該還有一顆未被發現的大行星，因為天王星的軌道出現了無法用已知行星解釋的擾動。雖然後來證實這些擾動只是測量誤差，但這場搜索間接導致了1930年冥王星的發現。然後在2016年，加州理工的2位天文學家康斯坦丁·巴蒂金與麥克·布朗發表了一篇震動學界的論文。有意思的是，這位麥克·布朗正是當年那位推動把冥王星降級為矮行星的天文學家。他開玩笑說，他殺死了第9行星。
現在他想再找一顆新的回來。他和巴蒂金透過數學建模發現，柯伊伯带中一群最遙遠的小天体，它們的軌道出现了非常奇怪的聚集现象。這些軌道仿佛被某個看不見的引力源頭給梳理過了。根據他們的計算，這個源頭很可能是一顆質量為地球5到10倍，距離太陽是海王星20倍以上的巨型行星。他們把它取名為第9行星。更勁爆的事情發生在2025年，一個由台灣、日本與澳洲科學家組成的團隊，由潘亨利博士領銜，在分析間隔了23年的2次深空紅外巡天資料時，發現了一個非常可疑的光點。這個光點在23年內移動的方式，完全符合一顆遙遠巨大行星的特徵。如果這個發現被證實，那麼這顆星體將比海王星還要大，並且距離太陽大約是地球到太陽距離的700倍。布朗教授本人對這個發現的反應很有意思，他重新計算了這個候選天體的軌道，發現它的傾角竟然高達120度，這意味着它的公轉方向與其他行星完全相反。布朗說，如果這個候選真的是行星，那它反而會否定它原本的第9行星假說，因為2顆這樣的巨型天體無法穩定共存。可是不管最後是哪一顆，重點是太陽系外圍確實存在着某種異常巨大的未被觀測到的天體。同樣是在2025年的7月，使用夏威夷昴星團望遠鏡的研究團隊又發現了一顆被命名為菊石的新天體。這顆菊石位於太陽系最外圍，它的軌道穩定地存在了大約45億年，並且和其他幾顆所謂的賽德納類天體形成了奇特的軌道分布。研究人員指出，這些發現都暗示着在太陽系的某個角落極有可能存在着一顆我們從未直接觀測到，但卻持續用引力影響着整個外太陽系結構的巨大未知行星。智利的維拉魯賓天文台已經在2025年下半年正式啟用，這座配備了全球最大數位相機的設施，被天文學家普遍認為將會在未來幾年內徹底終結關於第9行星存在與否的爭論。所以你看，這就是事情變得詭異的地方。一邊是五角大樓，在2026年5月，史無前例地公開承認阿波羅宇航員確實在月球軌道目擊過無法解釋的物體。另一邊是天文學界，在過去2年內接連發現了第9行星存在的有力線索，再加上那位早在50年前就斷言阿努納奇會回來的西秦，他生前曾經給出過尼比魯下一次穿越太陽系的預測日期，那個年份是2085年前後。如果西秦是對的，那麼尼比魯此刻就應該正在從太陽系的深空朝着我們的方向慢慢逼近，距離抵達內太陽系還有大約60年的時間。而如果現代天文學發現的第9行星真的就是某種版本的尼比魯，那麼整個故事就會變得無比恐怖。半個世紀以來，政府對外星目擊的沉默，難道是因為他們一直在等待某個時間節點？阿波羅宇航員當年在月球軌道看到的那些煙火般的閃光，難道是某種前哨偵察？那些從月球表面急速逃逸朝群星飛去的物體，難道是阿努納奇的小型偵察器，正在記錄人類的科技發展程度，準備為主艦隊的歸來做情報搜集？米切爾博士所說的那60年掩蓋，難道指的就是從1947年羅斯威爾事件開始，政府就已經知道有什麼東西在來的路上？當然，我必須強調，這些都是猜測，沒有任何一份解密檔案明確指出那些三角形編隊就是來自尼比魯，沒有任何一位主流天文學家會把第9行星和西秦的尼比魯畫上等號。第9行星距離太陽700倍地日距離，這個距離下不可能在3600年內就抵達內太陽系，物理上完全不允許。但是当你把所有的線索串起來看，從蘇美爾泥板上對於從天而降之神的記載，到阿波羅宇航員親眼目睹的月球異象，從西秦對第12行星的大膽預測，到21世紀天文學家用紅外線望遠鏡捕捉到的微弱光點，從1972年阿波羅計劃的突然終止，到2026年五角大樓的主動解密，從米切爾博士的60年掩蓋論，到智利新天文台即將給出的最終答案，這條故事線似乎太過巧合到讓人坐立不安。一個更令人不寒而栗的問題是，如果尼比魯真的存在，如果阿努納奇真的曾經造訪過地球並且改造了我們，那麼當他們在3600年的軌道上回歸的時候，他們會帶來什麼？
是西秦所描述的災變式洪水？是基因工程的下一階段升級？還是他們發現自己當年的奴隸物種已經發展到了核武器、人工智慧、基因編輯的程度，已經不再聽話，必須清理重來？又或者更黑暗的可能性是，他們從來沒有離開過。月球上那些神秘的三角形編队，那些從月球溢出的飛行物，那些被宇航员親眼目睹的雷射光源，會不會就是他們從來不曾真正離開的證據？月球這顆繞着地球運行，永遠用同一面對着我們，密度詭異的低，像一顆空心球的衛星，會不會根本就是阿努納奇留下的觀察站？或者按照另一些研究者的大膽猜測，月球本身就是一艘巨大的人造飛船，是阿努納奇監控我們這個基因實驗的母艦。這就是為什麼當宇航員試圖深入研究月球的時候，他們會看到那些不該存在的物體。這也是為什麼阿波羅計劃會在17號之後戛然而止，因為有人告訴我們到此為止。也許我們真的什麼都不用擔心，也許這一切都只是巧合，是人類在面对宇宙浩瀚未知時本能編造出的集體故事。也許那些月球上的閃光最後會被證實是冰晶折射或者陨石撞擊，也許那顆被紅外線望遠鏡捕捉到的微弱光點最終只是一顆遙遠的褐矮星，也許西秦只是一個天才的小說家，他編出來的阿努納奇神話只是迎合了現代人對自身起源的好奇心，也許五角大樓在2026年5月的這場大解密真的就只是政治作秀，是為了掩蓋通膨與戰爭新聞的煙幕彈。但是當你抬頭看着夜空中那一輪皎潔的月亮的時候，當你想到半個世紀前曾經有12個地球人在那片灰色荒漠上行走的時候，你会不会也忍不住想問一句，他们在那裡到底還看見了什麼？他們帶回來的到底只是岩石樣本，還是一些被永遠鎖進保險櫃的關於我們起源的真相？那些再也沒有踏上月球的宇航員，他們之中為什麼有人後半輩子拒絕公開露面？有人公開承認外星人存在，有人在私下警告同行不要相信官方說法。而五角大樓在2026年的這個5月扔出來的這162份檔案，到底是真誠的揭露，還是一場精心設計的為更大事件做鋪墊的心理建設？我們也許永遠不會知道全部答案，但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從這個月開始，當你在仰望星空的時候，你看到的已經不再是你以為的那個宇宙了。在那片看似寧靜的黑暗深處，可能有什麼東西正在朝我們而來，也可能有什麼東西從來就沒有真正離開過我們。蘇美爾人在4500年前的圓筒印章上已經把答案刻在那裡了。阿波羅宇航員在50多年前的月球軌道上已經親眼看到了。西秦在半個世紀前的書中已經明白地寫了出來，可我們選擇了相信主流的解釋，選擇了把這一切當作迷信、偽科學、陰謀論。直到2026年的這個5月，當美國國防部親手把這些檔案推到陽光底下的那一刻，我們才終於意識到，原來真相可能比任何小說都還要離奇。